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这貂，你多少钱买的？我一分不少，照价给你就是了。那就太感谢了。你也知道，我那些钱全压在这批货上了，现在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，只剩下这宅子了。程老弟啊，等你哪天东山再起了，回头我再把它还给你。嗯，谢谢。庄老板，他这是……这东西性子灵，一定是有人闯入。阿正，你在这儿待着，我出去看看啊。来人！有2个贼人闯入，给我找，让他们跑掉。是。你从后门走，我帮你拖住他们。刚刚不都说了吗？警察是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。都给我拿下！是。我倒想看看是谁敢夜闯我庄司的宅子。哟，庄老板，没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吧？这肯定不是什么老贼，分明就是水匪，不但打家劫舍，还想取人性命。来，打死无论。走，给我追！苏队长，前面是马厩，不好脱身，走这边。得了这种病，症状非常明显，往往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。徐振行是江州的名人，怎么会没有人发现或者提及呢？好像徐厅长也并不知情。这个病的病状是什么？心气不足，体弱消瘦，咳嗽，严重时还会咳血。咳血？死者应该根本就不是徐振行，而是沈渊。只有长期使用毛笔的人，食指才会留有这样的剪影。所以凶手剥去死者的脸皮，留下那个娃娃，是要误导我们去查淮阳的祛幻师妹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扰乱办案人员的视线，从而隐瞒死者的身份。是我太大意了，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认定死者是徐振行呢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，怎么可能找到真相呢？绕过了弯路，也就预示着离真相越来越近。走，咱们先去一趟欢迎楼。还好我们跑得快，不然就被抓了。兄弟，这次全靠你啊！要不是你，咱俩根本出不来。不过兄弟啊，你是怎么知道月亮门之后就是马厩啊？我说我猜的，你信吗？当然信了。就像如果你要说你从来没有误导我们办案，我也一样会相信的。宋队长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你。这顾随挺有意思的。身手确实不错，来得及时，记忆力超群，还正义热心。我怎么觉得你看人家不顺眼？怎么，是觉得他身手比你好？我只是觉得一切过于恰好的人和事物都值得怀疑。哦，你现在也开始学会读心了。你既然敢埋伏在我们身边，说明你做了周全的计划。我要是贸然行动，未免会打草惊蛇。不如等你先露出破绽。
我要是没猜错，在游龙赌坊门口射死那个杀手的人，也是你吧？我想知道你的动机，为什么是徐慎行？赢了我就告诉你。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死者并非徐慎行，而是一个叫沈源的代书先生。你为什么要杀害沈源，冒充徐慎行？还有，徐慎行在哪儿？歌女还阳又在哪儿？说！要杀要剐随便，其他的无可奉告。爱欲于人，犹如直炬，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队长，谁烧手了？啥时候烧的？队长，你也不知道？花阳姑娘她根本就不爱你，你又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别说了，看来你都知道了。在发现尸体不是徐慎行之后，我去了一趟幻音楼，蓉姐告诉我，你是在幻央做了歌女之后才去的幻音楼。在此之前，你是江州恒盛镖局的大镖师。一个人放弃了优渥的生活，转而屈就在幻音楼，除了爱情之外，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。我理解你，你放弃了一切为了守护幻央，最终他却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徐慎行的怀抱，你心生愤恨。我一心待他，他视而不见。徐慎行有什么好？他不过就是个花花公子，他怎么可能只爱他一个人？可他呢，执迷不悟啊！我本以为他被逐出幻影楼之后，就会慢慢忘记徐慎行。花阳，我给你带了点点心。不好意思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把东西给你放地上。我出去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别走。你不是想我了吗？花阳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花阳，我喜欢你，我特别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，慎行。如果世上少了一个徐慎行的话，就会少了好几个被伤害的幻阳。所以我恨他，是他毁了幻阳。啊，不是他毁了我心中那份美好。所以就因为这样，你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你一直想找机会下手，但徐慎行再也没有出现在幻阳那。直到18日那天晚上，你发现庄思想要在幻音楼对徐慎行下手，你非常开心，本想做个旁观者就好。直到代书先生沈源的出现，搅乱了这一切。麻烦送到江江大街58号。可惜的是，徐府的管家老曹对那封信毫不在意。现在沈源已经死了，我没有办法知道
他当初是怎么获悉庄司要杀害徐盛行的？秦神探，沈渊为什么不直接找徐公子，告诉他？庄司是徐盛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又是生意上的伙伴，这就像有人跟你说宋队长要杀你，你信吗？我打死我也不信啊！我从华阴楼姑娘口中得知，沈渊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恋人，由于那女孩的父亲是个赌徒，输光了钱财之后，便把她卖入幻影楼，用来抵债，致使她凄惨而死。徐盛行虽为人风流，但他对幻影楼的姑娘们都很好。沈渊的恋人也曾受到过他很多恩惠，因此沈渊不希望徐盛行有事。但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沈渊知道自己得了传尸鬼柱的病症，不久便会离开人世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如果发生了命案，徐公子就知道有人要害他，那他就会提高警惕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除了庄司想要他的命，还有你。既然他不想活了，那就去死吧。所以你就利用了他，布置好了现场，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徐盛行。可是真正的徐盛行早已经被你调了包，然后你为了干扰我们的调查，层层误导，让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庄司干的，甚至还杀害了那个倒霉的杀手。你分析的呀，都对。快说，徐盛行是死是活？他到底在哪儿？无可奉告。盛行到底在哪儿？我儿子在哪儿？啊！猜啊！你说不说？徐厅长，徐厅长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不行，厅长，试试。徐厅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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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警察。试试啊！把骨髓交给我，盛行，我保证给你带回来。宋队长，拜托了。宋队长，原本我以为你审讯的手段跟你的枪法一样厉害，没想到差强人意呀！啊，我累了，睡会儿。这骨髓软硬不吃，死活不开口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徐盛行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再这么拖下去，生还几率就很低了。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！顾随这个人很自信，他认为自己藏人的地方我们找不到，但我觉得，这对于我们而言，不是一件坏事。如果不掌握主动权，肯定撬不开他的嘴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我现在说出来，可能你们无法很快的理解，但可以一试，毕竟咱们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你现在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，我都不意外。两位警官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刚叫医生给你治疗完，少说两句废话吧，一会儿伤口又得崩开。你刚刚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懂了，但是好像连在一起，我完全听不明白。我不需要你听懂，我希望你相信我，然后按照我的部署去完成。我相信你啊，但是如果失败了，后果会怎么样？后果就是，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徐盛行和幻阳了。
我支持你。既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就只能赌赌运气。我们之前不是赢了很多次吗？我相信，命运这次依然会站在我们这边。好，大不了后半辈子警察不干了。放心吧，如果真失败了，我连后路都给你想好了，就去督军府。你不是跟邹靖是好兄弟吗？算了吧，我可不想让邹靖领导我。相信我，你不会失业的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单独和他聊两句。是。顾随，我知道你还醒着，我想和你谈谈换央的事。省省吧，现在开始我什么也不会再说了，就别费。这什么地方？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？你可是警察，你不能滥用私刑。我就是滥用私刑。你告诉我，人在哪儿？告诉我，人在哪儿？我不信你宋河敢开枪。宋河，你也太……现在你知道我敢不敢开枪了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人在哪儿？不说是吧？留着你也没什么用。队长，徐慎行和焕阳，我们找到了。宋河，你们演技也太拙劣了吧！啊！如果人找到的话，带出来我看看呀！啊！给我带进来！你们怎么知道我把人藏在幻影楼了？你们怎么知道我把人藏在了幻影楼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啊！我刚才……谢谢你的坦白，告诉我们徐慎行和焕阳的下落。焕阳，对不起，连累了你，我下辈子。下辈子，快救救他！救救他！
我问了花阳姑娘了，那个密室是很久之前留下的，她只是偶然发现，只告诉了顾随。没想到顾随竟然把人藏在眼皮子底下。对于顾随来说，那个地方是他和幻阳的秘密领地，在那儿惩罚入侵者再适合不过了。哎呀，折腾一夜了，我要回去补觉了。哎，这案子也结了，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在游龙赌坊为什么逢赌必赢了吧？很简单，就2句话。哪2句？这个世上没有逢赌必赢的事情。那第2句呢？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还要的没有？还要的没有？买定离手，开上，大还小，买定离手，大，好，眨2下是大，眨1下是小。我观察到这一点之后，只要跟着那个出老千的人下注就好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嗯。弗洛伊德曾经说过，如果一个人的五官是健全的，那么他就肯定保守不了自己的秘密。如果他的嘴唇未闭，那么他的指尖就会说话，甚至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会背叛他。当然了，那个摇骰子的庄家也不例外。哎，Thank you。哼，发音不对啊，我明天好好教你啊。要不要交学费啊？别贫了，还要问徐慎行的事儿呢。See you tomorrow。哼，你怎么来了也不带礼物啊？咱们是看伤员呢。你不是什么也没带吗？你们俩聊什么呢？哦，我们在聊啊，这最聪明、最机智、最厉害的还是我们小凡啊。哎，宋队长，请。老爷，哟，欢迎欢迎，徐厅长。哎，在家里就不用谢礼了。是。哎呀，慎行这次能够被解救出来，全靠你们。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厅长，只是一个父亲，所以这份恩德，请受徐某一拜。哎，徐厅长，您别这样。徐厅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想单独和徐公子聊2句。好啊，你们聊，我呀去给你们准备点茶点。谢谢厅长。啊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尽管问吧。徐公子，我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天晚上，我跟庄司之妻喝了很多酒。哎，徐公子，听我说，我们喝酒。徐公子，你听我说，有人要杀你，现在我要和你换衣服，让他以为我是你。当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和华阳就一起被绑在了密室里。听说花阳姑娘现在住在你家。被折磨了这么久，要不是华阳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我，我恐怕早就死了。所以我决定不会再辜负她。当初你没有去接她，并不是因为什么小阿奴，而是因为徐厅长的阻拦吧？对。但这件事之后，我爹也终于同意了。我不仅要娶华阳为妻，而且以后我再也不会去风月场所厮混了。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太对劲呢？我好像也是。先回警察厅。我梳理一下，
沈渊以为庄司要杀徐慎行，所以决定替他去死。他和徐慎行互换衣服以后，把他藏在床下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顾随。顾随以为床上躺的是徐慎行，所以下了杀手。顾随发现了徐慎行，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徐慎行一起杀了呢？还非要这么大费周章的把他藏起来，还剥掉沈渊的脸皮来误导我们。那如果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是掠走徐慎行，将其折磨致死，那沈渊就不会一刀毙命。那如果不是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心里突然发生了变化，从而改变了主意呢？秦火乐，你能不能别折腾那玩意儿？说说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就是去问顾随啊。他要是能开口说话，我为什么还要？队长，秦人呢？监狱来电话了，顾随要见你们。宋队长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的疏忽，忘了拆掉他伤口上的布条，他利用这个自杀了。您都担待。这种事谁都不想发生，请回吧。好，那你们慢走。顾随不可能是自杀。对，他要见我，很明显就是有话要跟我们说。怎么会突然在我们来之前自缢呢？这个案子看起来是了结了，但我怎么觉得疑点越来越多呢？这顾随一死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真相了。不，还有一个人应该会知道。花样姑娘，花样姑娘，秦神探，这么巧，来满布啊！我与慎行成婚的日子定得急，好多东西都要准备。可否耽误你一点时间？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请教你一下。二位慢用。谢谢。秦神探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花样姑娘，我想知道你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触徐慎行，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也不能理解我跟慎行之间的感情？是，我是歌女，可我一直……顾随死了。怎么会？你果然并不意外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人在接受刺激消息的第一瞬间，会停止一切活动，抬头，睁大眼睛，眉毛抬高，和微张开嘴巴，而这个瞬间非常的短暂。你刚才刻意做出了惊讶的表情，演得挺像，但是持续的时间太长了。秦神探，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我还有事，先失陪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整件事情如此别扭的原因，顾随在这个案件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，非常模糊。我照着这个方向一直推测，你猜我想到了什么？
至今为止，整个事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。你离开幻影楼的时候，每时每刻都想回到徐慎行的身边，所以才会在家中布满符咒。顾随见你如此疯魔，终于按捺不住。我也喜欢你，慎行。你看清楚我是谁！徐慎行，一口一个徐慎行。既然你忘不掉他，我就亲手杀了他。我让你恨我一辈子，我让你记得我一辈子。你本想跟到幻影楼去阻止顾随，却又在半路中遇到了沈园。或许是沈园告诉你，庄司也要暗杀徐慎行，这才使你忽然改变了主意。你决定好好利用顾随的这次行动，去解救徐慎行，和完成你最后的计划。你知道沈园是个心软的人，便恳求他，请他务必帮助徐慎行。沈园得了传世鬼柱病，自知不久就会离开人世，所以便答应了你。沈园除了替徐慎行去死之外，还有个更重要的任务，我想，那就是当晚顾随心理状态忽然改变的原因吧。这世上的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想要得到相应的索取。怎么会有人心甘情愿地为别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呢？沈园写的那封信根本就不是为了提醒徐慎行，而是为了勒索钱财。他同意我的提议，是因为我答应他，给他一笔买命钱，寄给他家乡的老娘。你让沈园做了什么？顾随，有我在，你杀不了慎行。我能拦你第一次，就能拦你第二次。如果你再想伤害他，我就陪他去地府做一对鬼夫妻。你了解顾随，利用他对你近乎偏执的爱，激发了他不正常的心态。那一刻，他觉得屈辱、愤怒。他决定不让徐慎行那么轻易的死去，而是要在你面前，让你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的流逝，却无能为力。同时，他剥去了沈园的脸皮，误导所有人徐慎行已死。这么做，为的就是让我们不继续调查徐慎行的下落。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他是在宣泄愤怒，他不能输掉这次暗杀，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坐实徐慎行的死讯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招是不险棋。花阳姑娘，人心是最难算的，你敢这么做，若不是因为对顾随的了解，那就是你的背后还有其他人。钱神探，不愧是大名鼎鼎的读心神探。没错，我就是利用了顾随，让他给我和徐慎行制造了一场患难见真情的机会。因为只有这样，徐慎行才能重新接纳我，甚至娶我。现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很快就要成为徐府的女主人了，而你将永远无法证明你的推测。你要跟我说一声恭喜，而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了。你还没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，接近徐慎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因为爱了。爱？真正爱一个人，怎么会忍心用他的性命去做赌注？顾随对你的爱是过于偏激，
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信不信在你，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。秦火乐，终归还是要谢谢你。说起来，你们才是这个故事中最不可缺少的一环。欢迎，欢迎，蒙着黑金的，快去！小姐。宋河，宋河，醒醒，宋河，醒醒！你没事吧？慢点。唯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最近我总觉得，有股暗流正在盘踞整个江城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我怀疑，幻阳跟他们根本就是一路的。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近徐慎行，就是冲着徐厅长，也就是江州警察厅。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看来得加倍小心了。啊！满堂春一票难求，今晚8点好戏连连。小凡，看戏啊？对啊，这春寿班难得来一次，票早就被抢光了。我也是沾了我们家姨娘的光才弄到的票。我知道徐慎行的案子已经结了，但是你们这2天还在查那个背后的组织，没什么头绪，不如看个戏放松一下，劳逸结合嘛。这《游园惊梦》说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故事吗？好像挺有意思的。你说呢，宋队长？看，太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一会儿下班以后，警察厅门口汇合，不见不散。这女人出个门就是麻烦，永远会让你等上大半天。好娟儿，哎呦，您是越来越漂亮了。那还不是因为司令疼我？这世上只有您还记得我的生辰。当初如果不是您嫁给我的话，今晚满堂春台上的角儿那就是您了。有没有后悔啊？说什么呢？能嫁给司令，那是我的福分。你那小心思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当年的戏装，你到现在都还没舍得扔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改天我让兄弟们跟戏班子说一声啊，让春寿班再多留几日陪您呐，好好的唱几出。真的啊？真的。请。走着。
哎呦，闺女，戏都快开锣了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司令好，李司令。哎，你们3个成天的混在一起，不烦呐？那你成天跟三姨娘待在一起，你烦不烦啊？你看这丫头，连她爹都不饶，都是你教的，还不是随你啊？那也挺好。宋队长，请审他，让你们2位见笑了。总听小凡提起你们，今日一见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三姨娘，生日快乐！给我的？对啊，这是万宝阁的胸针，据说是上海最新的款式。咱俩好像又忘带什么了。没事，雷司令不是也没准备吗？啊？是啊，还是我们小凡体贴，知道给三姨娘准备礼物。快开锣了，里边请。这戏肯定比你演的好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我第一次来戏院，真的太开心了。这桌可好看了。不过我之前啊，在大不列颠留学的时候，可是登台演过小妇人，我一人分饰4角，真的，就连著名剧作家莫姆先生都对我夸赞不已。4绝，我看是4绝朝天吧。你怎么不信呢？嘘，开始了。这个戏怎么能这么演啊？柳梦梅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场。啊，姐姐，你既言痛世事，这个让杜丽娘怎么接啊？什么意思？上次留。哎，兄弟，知道你们俩要幽会，可是这也太猴急了点吧？啊！是啊，哎，太早了。